普京发出核警告，英国突破贫铀武器红线，俄罗斯能有什么办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贫铀是制造核燃料或核武器的核浓缩过程中的副产品，它的放射性大约是天然油的60%。在美国发动海湾战争时，美军的主战坦克就大量使用了贫铀弹和贫铀装甲。在战争结束很多年之后，这些弹药和相关的污染物导致伊拉克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先天性出生缺陷和癌症等疾病的患者数量激增，连美国军队内部也出现了奇怪的波斯湾战争综合症，也就是美国的许多退伍军人所遭受到的一系列衰弱症状。美军对南联盟进行了狂轰滥炸的10年之后，塞尔维亚约有3万人患上癌症，其中1万多人死亡。现在这样的噩梦将降临在乌克兰的土地上。英国国防部负责人格尔迪说，英国向乌克兰运送的挑战者2型主战坦克的部分弹药包括贫铀弹。要注意，乌克兰战场上一旦出现贫铀弹，可不会是一点儿，而是会源源不断的使用。一方面，美国和英国的主战坦克都使用贫铀弹；第二，西方援助的战斗机也可能会使用贫铀炮弹。但是这么搞下去，俄罗斯可就受不了了，因为贫铀弹未使用时污染不明显，一旦使用将会对土地、水源造成长期的放射性污染，并且会扩散到周边区域。这对于任何一个大国而言都是不能接受的。乌克兰的4个州已经被并入俄罗斯，而按照俄罗斯的核理论，在俄罗斯土地上使用放射性武器，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普京强烈地抨击了英国向乌克兰提供贫铀弹的计划，他声称莫斯科将被迫做出相应回应。俄国防部长绍伊古说，英国的决定缩小了俄罗斯与西方潜在的核冲突的距离，西方又向前迈了一步。英国的外交部长说，俄乌战争没有出现核升级，英国为乌克兰提供贫铀炮弹纯粹是为了帮助乌克兰自卫。西方解释说，向乌克兰援助贫铀炮弹是援助主战坦克的附带结果，而且是帮助乌克兰自卫使用的。但是毕竟使用的地区在俄罗斯看来是在自己的国土上，那么再退一步，也是乌东地区俄罗斯族居住的区域。一旦该地区的土地被大规模的污染，那么带来的负面效应将会影响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将会如何应对乌克兰战场上出现的贫铀弹问题呢？首先，俄罗斯也可以放开手脚，使用类似的弹药。俄军的 T-80 MVB 主战坦克配备有 3BM-6 型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这种脱壳穿甲弹也是一种贫铀弹，在相同距离下，它能够穿透800到830毫米的装甲。从技术角度来看，使用贫铀弹与使用战术核武器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所以核武器仍然可能用不上。所以俄罗斯更大的可能是在战场上使用集束炸弹和贫铀弹一类的近击武器，但又不会升级为核冲突。第二，俄罗斯基于英国在本国领土上使用放射性的武器，那么俄军为了报复，会不会也使用贫铀弹对乌克兰或者是英国的相关目标发动攻击呢？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总体而言，其选择的目标可能比较有限，而且呢，也无法阻止乌军使用贫铀弹的情况。第三，俄罗斯有可能会将打击乌克兰的目标进一步扩大，从能源、电力设施和其他关系到民生的目标上，但是这似乎又是英国人所希望看到的。第四，俄罗斯军队有针对性的尽快消灭乌军装备的挑战者2主战坦克，这个看起来非常合理，但是呢，似乎又与报复无关。第五，俄罗斯在英国的家门口进行核威慑，比如出动核潜艇和轰炸机进行威慑等等。
但此举可能也很难改变美国和英国向乌克兰援助贫铀弹的决心。总体而言，随着西方军援乌克兰不断突破红线，留给俄罗斯的选择并不多。在战场上想办法摧毁挑战者2主战坦克才是正道。虽然这看起来与报复无关，但又是最有效的。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